俄军在战场上缴获了大量的北约制造先进武器，现在这些武器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俄罗斯出口给了伊朗逆向仿制。那么，中俄之间是否也有此项目上的合作可能？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表现并没有符合北约的预期，尤其是在东乌战事上颓势颇显，无法应对俄军和瓦格纳联军的新一轮全面攻势。对此，北约30国将试图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武器和弹药，并将讨论军援战斗机可行性，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进行的新攻势。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在上月表示，北约各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大炮、装甲车和坦克、防空系统。所以说，未来乌军还将源源不断接收北约诸国提供的武器，北约甚至可能还会提供 F-16战斗机。目前，乌克兰接收的北约武器可谓是五花八门，从轻武器到装甲战车应有尽有，尤其是西方也放开了先进武器的援助限制。乌克兰得以获得北约军队现役的先进武器，而且数量不少，包括爱国者3防空导弹、M777 超轻型155毫米榴弹炮、海马斯火箭炮、M1A2 主战坦克、豹尔 A6 主战坦克、挑战者2主战坦克、标枪反坦克导弹、毒刺防空导弹、PZH-2000 自行火炮等其他先进武器。俄军在战场上也缴获了乌军不少装备，不少乌军在作战中将装备完好的西方武器丢弃，或者是售卖给俄军，堪称运输大队长。俄罗斯目前已经缴获了多种西方武器，并且反过来攻打乌军。此前，车臣精锐部队就曾经表示，他们缴获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希望拜登再援助一批导弹，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太好用了。目前，俄罗斯已经将缴获的部分武器提供给了伊朗，主要是西方的单兵先进武器，如标枪、毒刺之类的导弹。当然，西方的先进重武器，俄罗斯给了伊朗也没用，他们没有逆向仿制西方重装备的能力。不过，伊朗若打算逆向研究西方单兵武器，如防空导弹或者是反坦克导弹的话，还是能够进行仿造的。在轻武器方面，伊朗这些年一直在进行仿制工作，不限于中国、美国、俄罗斯等装备，伊朗总是可以搞出国产的版本。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俄罗斯缴获的西方重型先进装备对于中国更有用，尤其是西方的防空导弹系统和主战坦克以及火箭炮等装备。若俄罗斯向中方提供这些缴获装备，对中国的武器装备研究来说是有益处的。特别是在发展先进武器装备方面，通过研究西方国家的武器装备，中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先进武器技术，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军事技术水平。不过这一说法有待商榷，放在10年前还行，但是现在中国的常规武器的科技水平已经不亚于西方顶尖武器的装备水平，甚至还更先进。就比如说俄乌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并被国内亲乌自媒体吹上天的海马斯火箭炮，这东西确实是美军最先进的火箭炮，精确打击能力号称西方最强。但是中国同类型的现役装备乃至于外贸装备要比海马斯更强，比如解放军列装的191式模块化远程火箭炮系统，无论是通用性、射程、火控、突防打击能力和打击手段，都要比海马斯火箭炮更加强悍。西方的主战坦克也是一样，如 M1A2 或者是豹尔 A6 这类型的主战坦克，美国和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均为阉割版武器。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的 M1A2 主战坦克没有平油装甲和平油穿甲弹，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豹尔 A6 则没有 DM53 和 DM63 这2种顶尖的长杆穿甲弹。所以说，阉割版本的西方坦克在战场上面对俄军的新式主战坦克没有技术优势可言，而中国也拥有更先进的 99A 式主战坦克。因此，可以说西方目前在乌克兰投入的先进武器，对于中国来说
分享技术研究的成果，可不是提升中国的军事科技实力。从另外的角度来说，这些西方的武器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和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评估和西方武器的威胁，并找出反制西方武器的办法。如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爱国者3防空导弹，若俄罗斯能够缴获并提供给中国，我们可以通过获取爱国者3导弹的技术特征，如雷达的发射源信号特征，并且将敌方武器装备的特征收纳于反辐射导弹装备中。毕竟，台湾也向美方购买了大量的爱国者3防空导弹，因此在未来作战中，我们可以通过先期获取的爱国者3信号技术特征，对其进行快速定位和反辐射打击。所以说，目前中国若能获得俄乌战场西方先进武器更大的作用，还是加深了了解西方武器的技术特征，从而更好地制定自己的战略和战术，对其进行反制打击，提高对国产装备、对西方先进武器体系的作战效率和战斗力。